都什么年代了，这么没素质？干嘛？给你一个自首的机会，自什么手？你偷了他手机，需要我说这么清楚吗？哎，站住！出去等我！不是你，我。站住！手机呢？哎，你们俩干嘛呢？这家伙是得交给你们。好。左臂摆动幅度大，双足力量不均，右膝似乎不便用力，应该是曾经膝部损伤未愈。高速和奔跑易导致旧伤复发，奔跑姿势也不正常，很快就要摔倒。屁股。什么情况？他的副韧带长期受压，所以只要轻轻一碰就会很痛。不过我劝你最好还是别跑了。手机给我，跟我回警局。3、2、1。他什么情况？极度呼吸困难，发干，心律失常，高度怀疑张力性气胸。他的肺出问题了，他需要穿刺排气，否则会有生命危险。你去把那个穿银色西装的人拎的酒请过来。喂，大哥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喝酒？你把他救回来，管你一辈子酒。我需要用高度酒精来消毒，快去啊！酒精到了，你是医生啊？不够准确，你有笔吗？有。把笔芯去掉，用酒消毒笔管。什么？然后呢？进行穿刺，然后把张力性气胸变成开放式，再送到医院。你要杀他吗？打120吧。虽然设备简陋，但还好没有什么生命危险，剩下的就交给你们了。哎，不行，你得跟我回去录口供。你知道我选哪？你是警察吗？不够准确，反正你得跟我走。哎呀，你得理解我们的工作，这毕竟嫌疑人被你扎了一刀，当然得说清楚了。那是警察的工作。你是警察吗？我都说了，你猜的不够准确。我准备正式来入职呢。我要是正式的，咱又被关家证了，对吧？我叫林涛，你叫什么？在哪家医院啊？你这人真没礼貌啊！问你话呢。啊？行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啊。你不说话会死吗？不会，但有时候憋久了吧，会肚子疼。这是病吗？
我看你拖着个行李是去哪儿啊？我有车可以送你。我去的地方很远，你送不了。哼，友情提示啊！我看咱俩也被关得够久了，这客车肯定是没有了。我俩能遇到算是有缘，我送你吧。斗门镇离这儿不近，你能送吗？斗门镇必须送，我就住那儿。你们2位等会儿签完字就可以走了，都是见义勇为的好青年。应该的，这都是我分内的事儿。老铁们，这就是最近在长安闹鬼的荔枝园。前面的房子会不会有什么恐怖的东西呢？老铁们，把火箭给我刷起来！刷起来！我保证，我们这次直播绝对真实。老铁们，我们马上就要进去了。是的，看看里面到底是什么东西。开玩笑，开玩笑，是我，你有病不？人吓人吓死人，你不知道吗？这涨粉了没有？哎，快进来，进来！我发现你这人真欠揍。走。怎么了？没事，就随便笑笑。我先打死你！难怪会闹鬼啊！哎，谁说闹鬼了？骗人的！谁说的？网上都在说嘛。啊！哎，看这儿，哪儿？什么？什么东西啊？这儿有个东西呢。快点！所以你是来斗门镇旅游还是定居啊？哎，兄弟，我看你长了一对招风耳，巧了，我也是招风耳。那别人都说啊，这长了招风耳的人特别适合去外地发展，那肯定事业有成。那可我妈非让我在老家，那说离不开我，可真是个甜蜜的负担呢。你呢？你妈平时管你吗？不想说算了。那我接着跟你讲啊，我呀上了初中之后，这人啊就越来越叛逆，这全家老小的担心我长大会学坏，这没想到我居然做了警察，你说气不气人？你这人啊，可真没礼貌！这大半夜的，要不是我，你能找到车？这大半夜的，你不是更应该好好开车？我去！什么情况？你别动啊！不行，你也下去，证明我没撞他们。走走走！你们干嘛呢？有鬼啊！死人了，这里面有个尸体。在哪儿？
我们还是叫支援吧。带上。不许吐，破坏了现场，你负责任。就算想吐，也给我咽回去。还真是难得一见，这是巨人观尸体。 安然法医是不是已经在现场做尸检？对，应该快结束了。李队，提醒一下见过尸体的人，这2天千万不要吃韭菜和豆花之类的东西。这个就不用你提醒了吧？你还是考虑一下怎么可以止吐吧。巨人观尸体呢是挺可怕的。 但我们要以科学的眼光去看待。如果大家实在吃不下饭的话，让我妈给大家煲汤，下火清肠道，保证价格公道。你看一下这个，尸表检验报告。哪儿来的？举报员，停，别套近乎。论起来，半个龙帆市都是你家亲戚，咱俩别说五福了，10福都出去了。那个，我刚办理完入职，过来报道。你妈说了你无数次，让你去做文职，你就是不听。唉，我虽然学习成绩一般，但我身体综合成绩第1名啊，是省青年组综合格斗第3名，而且偶像是亚森罗宾，我能当文职吗？所以呢？所以我就是天生干刑警的料，我这一身本事不为家乡人民服务，不浪费了。 林大少爷，刑警不好干，这不是在玩。就好比今天你看看你，胆汁都要吐出来了吧？邱表姨，你是不知道，那现场的第1口，我可是深深的咽了回去。打住！你再说我都要吐了。反正你妈也拗不过你，我肯定也拗不过你。去你座位上去吧。哎，那谁呢？ 看来印象深刻啊，简直刻到我心里头去了。你是不知道那家伙有多变态。秦明同志啊，我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龙帆市法医中心的主任，我姓陈。刚才你的情况我已经核实过了，年轻轻的了不起啊，人才难得呀。谢谢。那我现在可以回去了？当然可以了。 法医，尸检报告你写的？我光看你提供的信息，还以为你是个老人家，没想到这么年轻。我来介绍一下，
陈主任，我着急，我先说了。巨人棺尸体，尸体上软组织、背部组织保存完好。通过保存完好的脂肪厚度，我推测死者的年龄应该在26岁，体重100斤，身高162左右。这些都符合你提供的信息，对吧？那么第一个问题，死者的年龄是怎么判断的？根据牙齿咬合面磨损程度来判断的。人的牙齿质地较硬，不易腐败，年纪越大，牙齿的磨损程度也就越高。死者为女性，牙齿咬合面、牙尖未磨平，未发现脂质点，可以判断是20到30岁。只有软组织与背部组织保存完好，应该跟保存的地方有关系。我们还是回去吧，这种事儿我们处理不了的。我要先做现场勘验，不能拖，拖的时间越长，证据越少，不能再耽误了。陈主任，你可以介绍了，我愿意跟他聊聊这个案子。好啊，好啊，来，那就进来聊。来，安然你也进来。安然是我们这里唯一的一位法医，平时啊大事小事都是他来负责的。今天突然碰到了你这样一位志同道合的同行，所以呢，缠着你向你请教的多一些啊，你多担待啊。那行了，你们聊吧，我去处理点别的事啊。好，主任。你坐啊，小秦。你好，我是安然，是这里的法医。能不能有一点礼貌？好歹我也是一位女士吧。法医不分男女，秦明。你别介意啊，我这个人有洁癖。第二个问题，那个胎儿是什么情况？死后分娩。死人生孩子，像个恐怖片吗？人死后在生活状态下寄生的细菌，失去了人体免疫系统的控制，大量繁殖，形成了大量乌绿色的腐败气体。这些腐败气体使得人体像充了气的人形气球一样全身膨胀，这种情况就是所谓的巨人棺。对于孕妇来说，腐败气体压迫子宫还有宫腔，推压胎儿导致胎儿娩出，这种现象就叫做死后分娩现象。那个就是分娩出来的死胎。哎，怎么了？不止一个胎儿啊？一共有3个胎儿，前2个是纸片胎，2个纸片胎早死于第3胎。死亡后呢，软组织被吸收，又受到了正常妊娠胎儿的羊膜囊挤压，形成了轮廓清晰可见、又扁又薄的纸片胎形态。荔枝园负责人说，发现尸体的冷藏库处于半废弃状态，存储着滞销荔枝。那么再回到尸体的问题上，在低温条件下，理论上不应该腐败成那个样子。很有可能是尸体成为巨人棺形态后，发出了令人难以忍受的尸臭，所以凶手才会选择在冷藏库里弃尸。你有依据吗？正常温度下，巨人棺的形成需要10天左右，20天后腐败气体开始消散，软组织软化，巨人棺形态消失。往前推算20天，也就是上个月25号左右，我查了当天的天气预报，气温断崖式下降。一夜之间呢，居民都穿起了外套，直到上周才开始回温。而死者穿的是夏装裙子，也就是说，死者曾被藏尸，而且绝